查理芒格的6个思维模式。查理芒格 Charlie Munger 是美国著名的投资家和商业家，因与沃伦·巴菲特 Warren Buffett 合作管理伯克希尔哈撒韦 Berkshire Hathaway 公司而闻名于世。他出生于1924年，是一位非常成功的价值投资者和财务专家，也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副主席。查理芒格与沃伦·巴菲特有着长期的合作关系，他们共同致力于采用价值投资策略来管理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投资组合。芒格以其睿智的投资观点和幽默风趣的言辞而著称，他的思考方式和智慧在金融界备受尊敬，尤其是对于价值投资、商业决策和生活哲学等领域的观点经常受到广泛关注。他的演讲和采访也被许多投资者和商业人士借鉴。他的思维模式强调长期投资、理性决策和持续学习。接下来，咱们就说说他的这些思维模式，一共有下面这6个。1. 反过来想，事情问题会变得更容易解决。适应复杂系统的工作方式是反过来想，很多时候问题会因此变得更容易。查理芒格采用的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大多数人在生活中使用的方法截然相反。反向演绎和逆向思维是对这个方法的2种描述。举个例子，保持快乐的一个好方法就是避开那些让你痛苦的事情。芒格曾经发表过一次演讲，讲到了约翰尼·卡森。芒格说，卡森说他不能告诉毕业生如何快乐，但他可以用个人经验来告诉他们如何变得痛苦。卡森认为有3种东西会导致痛苦：1. 改变情绪或知觉的药物； 2. 嫉妒； 3. 怨恨。卡森的思路是反着思考一个问题，通过思考如何不做让你痛苦的事情，来研究如何创造快乐。再举个芒格反向思维的例子，保持聪明的一个有效方法是别犯傻。别犯傻显然比做个聪明人听上去要容易一些，因为你可以根据几个简单的原则来避免某些愚蠢的决策。芒格还提到，在生活和事业中，很多成功都来自于你避免了某些事情，比如早逝、糟糕的婚姻等。2. 倒过来思考有利于理解事物的本质。倒过来思考有利于理解事物的本质，从而帮你解决许多困难的问题。芒格曾经开玩笑说，他想知道他会死在哪里，这样他就不再去那里了。他还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我常给我的家人出些小难题，不久前我给他们出了这样一道题。在美国有一项运动是1对1的比赛，并且有全国冠军。有一个人在相隔65年的2次比赛中都拿了冠军。现在，请说出运动的名称。我有个儿子是物理学家，他的思维方式受我影响比较大，立刻给出了答案。他是这样推理的：这项运动不可能是需要手眼协调的运动，没有人能在85岁高龄还能赢得全国桌球联赛，也不可能是国际象棋，因为这项运动有复杂的规定，而且对耐力也有相当高的要求。这时候他想到了跳棋，他发现即使你是85岁高龄，只要有很丰富的经验，就能在这项运动中表现不俗。毫无疑问，这是正确的答案。如果显而易见的每个人都知道的事情通常是错的，那么什么是正确的？那些颠覆常规的。事实上，大多数人不理解或不相信的东西往往是最好的，比如一些投资观念和方法，因为这些东西还没有被广泛接受。那些有足够洞察力的人才能抓住这样的机会。3. 保持不愚蠢，长期来看就能让我们更出色。查理芒格曾经说过，我认为伯克希尔受欢迎的一部分原因，是我们看起来像是找到了投资妙招的人。其实不是因为我们才华横溢，我们只是避免了愚蠢。你可能想不到，只是避免愚蠢就能让我们做得如此出色，这也是为什么沃伦·巴菲特说投资的第1条和第2条规则是不要赔钱的原因。价值投资系统最难的部分是情感和心理，而不是理解系统本身。保持不愚蠢的长期优势被严重低估了。注意，我们说的是长期，这个词很重要，因为长期性意味着你不是仅仅靠运气来避免愚蠢。这种状态需要你谦虚，特别是不在你的能力范围内时要谦虚。就像一个使用工具的人应该知道它的局限性一样，一个依赖自己认知做投资的人必须知道自己认知的局限性，
在你的一生中，你有机会从自己不可避免的错误和他人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这一过程不太可能产生积极的结果，不过这对投资来说也有好处。谦卑有助于减少因傲慢而犯的错误。4. 别人害怕的时候要贪婪，别人贪婪的时候要害怕。芒格宣导的反向思考的思维方式，他在很多地方都如此应用。他曾经说过，如果让我回答一个问题，人生真正的失败是什么？你最希望自己避免的是什么？我会用逆向思考的方法去思考，想想自己最希望具备的品质是什么。而我的答案是，控制住原始的非理性情绪。当你受到一个巨大的刺激，你会出现很多奇怪的行为。如果你能在这样的时候保持明智，你就会受益。Davis Advisors 董事长 Christopher Davis 说，芒格不仅在思维上，在情感上也使用了逆向思考的方式。他似乎能够扭转情绪，当其他人欣喜若狂时，他会变得不感兴趣；而当其他人不确定或害怕时，他会投入其中。这就是芒格和巴菲特为什么会给出这样的建议：别人害怕的时候要贪婪，别人贪婪的时候要害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就是为什么说成功的投资很简单，但并不容易。5. 别被高智商欺骗。投资者通常有很高的智商，因此会认为投资决策困难是有好处的。事实上，即便你尝试去做一件困难的事，也得不到什么奖励。高智商可能会导致投资者优先去寻找并解决难题，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智力会带来一些好处，但这是不对的。对此，芒格的观点是，我把东西分成3类：好、坏和太难。对于某件事情，除非我确定自己有特别的洞察力，否则我会把它放在太难的那一类里。更好的策略是用高智商去解决简单但回报很好的问题。芒格喜欢和那些认为自己的智商低，但其实智商水准很高的人一起工作。6. 避免做那些其他人可以做得更好的事情。第一，要弄清楚自己的优势。你必须弄清楚你自己的才能是什么。如果某项游戏别人更有天赋，而你没有，你就会输。你得找出你的优势，并且在你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做事。第二，要在能力圈内做事。如果你确实有某方面的能力，你还得去了解自己能力的边界。事实上，每个人应该都比其他人更了解自己的优势，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这其实和能力圈这个概念有关。风险往往来自于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因此明智的做法是保证在你的能力范围内做事。安全边际也适用于这个话题。如果你对自己的能力范围不明确，那就应该留好足够的安全边际，不要像竞争对手那样无能和愚蠢，这会是一个巨大的优势。第三，学会妥当的自我评价。要推进能力圈的外延是非常困难的。关于这一点，重要的是学会妥当的自我评价。我们都有一定的才能和技能，也都应该努力提高这些技能。但是，了解你当前技能发展的极限是明智的，特别是当风险很大的时候，在自我评价时需要保守一些，因为人类误判心理产生的主要问题之一是过度自信。人们往往是过于乐观的，比如瑞典的一项研究调查显示，90%的汽车司机认为自己的驾车水准高于平均水准，而对于投资人来说，几乎没人在公开场合说自己的业绩低于平均水准。第四，避免做其他人可以做得更好的事情。芒格说，巴菲特和我会避免做伯克希尔其他人可以做得更好的事情。如果你让比你做得更好的人去做，生活就会更容易，也会更美好。比如对于芒格来说，他把精力集中在购买护城河上，而不是建造护城河。芒格把护城河的建造留给了企业家和风险资本家，把这些事情定位为太难。